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今天我们要说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叫嫁入豪门。一说这个，咱们可能好多人都会想，哎呀，有些很漂亮的女明星啊，就想这个找一个大款。其实豪门跟大款不是一回事儿，大款可比不了人豪门。有的说这事儿，这不最近我也听说了，那个台湾那个大 S。嫁给咱们俏江南老总张兰他儿子那个富二代汪小菲，在这个海南搞了一个豪华婚礼吧，那得算嫁入豪门吧？这还不算，为啥呢？汪小菲是个富二代，豪门和富二代不是一回事儿。说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呢？其实豪门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世家。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来说呀，起码你得富上个3辈、4辈、5辈。这才能叫世家，而你就这么1辈2辈，那充其量算暴发户。暴发户的孩子也就是纨绔子弟。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说汪小菲个人有多大的建树，跟那些企业家能比吗？比不了。那么中国有句传统老话叫富不过3代，什么意思呢？头一辈打江山，那个过去啊，第一辈他有孩子，往往他10来岁结婚了，儿子跟他之间呢差不到20岁，所以他讲江山的时候，把第2代把儿子带身边，儿子也受到锻炼了。可是到孙子那辈不行了，孙子那辈长大时候家里头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所以第3辈容易败家，他没见过创业，直接就享受幸福生活了。所以过去富不过3代是指到第3辈容易败家，没经历过闯天下，而第2辈跟第1辈有的时候是捆绑在一块儿。我们眼下看张兰、汪小菲这娘俩还构不成这豪门，所以大 S 充其量是找个大款，嫁了个富二代。而且他们那场婚礼说花了好多钱，其实那干嘛？那是炒作的。大 S 为了能在大陆地区拓展演艺事业，汪小菲他们娘俩为了俏江南能上市这些事情，你等搜狐那张朝阳干嘛？为了炒搜狐微博，所以他们对簿公堂，那说白了就糊弄二傻子那等。所以大 S 所谓的嫁给汪小菲，根本谈不上嫁入豪门。那豪门是什么？咱们看港台这些地方啊，像赌王何鸿燊他们家，像霍英东他们家，像李嘉诚他们家，这可以说一个是本身富可敌国，哎，在亚洲地区那都是排前面的。第二个呢，人家传了好几辈了，而且呢，下一辈起码有能立住门户的。你比方咱们看李嘉诚，往下看，无论是李泽钜、李泽楷，哪个都能立住门户。你等霍英东家霍震霆，你看在香港的地位，得是有所作为，你才能形成豪门。上一辈很有作为，下一辈就败家，那这根本就不算什么豪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说嫁入豪门的，大家就很清楚了，都是哪一些人。我们看有很多女明星，但是以往我们就认为啊，说这个女明星嫁入豪门的多。你看香港那些港姐啊什么的，哎，不少都是嫁给这个有钱人家了，进入豪门了。那么这几年呢，这些女明星出现了一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什么对手？体坛明星。我说这体坛明星大家都明白，奥运冠军里头什么郭晶晶啊，你看要跟霍启刚结婚，这算嫁入豪门。以前呢，他师姐胡明霞跟香港财神爷梁锦松结婚，还有的这个往后你看什么张怡宁啊、王楠呢，都找了很有钱的。不算香港的，大陆这边就算已经很有钱了，他们的老公。那么这些体坛明星和这个文艺界的明星，其实恐怕从今后长期时间来看呢，这里边长得说得过去的这个女人呐，恐怕在嫁入豪门上会存在着一些 PK 的现象。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讲，体坛的女明星那长得没有人家文艺圈女明星漂亮，因为咱们对体坛的这个体育那么好，得奥运冠军呢，对这些女人咱们往往持宽容态度。其实你严格意义上说，你说郭晶晶算美女吗？你跟那些港姐比，她能算得上吗？可是呢，她在她的领域，你比方说一登上跳水台啊，头发一甩，得了冠军往上一走，你一看
万种风情。为什么？我们认可他这能耐。其实你要看论长相，这体坛女明星她不如这文艺界的。可是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豪门呢，倒喜欢体育界的呢？这里边就是因为豪门的取向不仅仅是漂亮，他什么取向？比方说，他对于你出身和文化程度，对于你的地位各方面，豪门都是有苛求的。我们看女明星身上有一些弱点，什么弱点？比方说，你像张柏芝这样的，像什么阿娇、阿 sa 这样的，他出身呢都不太高，家里头挺困难，有的都，所以逼得他们小的时候啊就得出来挣钱来啊，跟英皇签约，跟哪儿啊走艺人这条道。而往往这个女明星有的时候啊，她读过的书并不是很多，所以有时候言谈举止上呢，不见得符合豪门的这种规矩。那么这样的事儿是非常多。你比方说贾静雯，咱们都知道演过《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挺漂亮，可是嫁给了富豪老孙家，他老婆婆就挑她，说这丫头这个文化也不高，而且关键娱乐圈的人绯闻多，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很多豪门很腻歪这事儿，因为你进入娱乐圈之后容易败坏门风。那贾静雯怀孕了，她婆婆还得调查呢，赶紧验验 DNA， 是不是我儿子的孩子。而这一点来讲，体坛里头就干净多了，相对他天天忙活训练，他哪有那功夫接触那么些男人去？他不像娱乐圈里头本身来讲鱼龙混杂，什么事都有。所以好多这豪门呢，对于文艺圈上的这女明星本能的不信任，所以一些这个文艺圈的女明星呢，想真正的进入豪门呢，往往都要经过这个考验。有的呢经过不了，或者自个儿受不了，中间就下去了。你比方说名气极大的邓丽君，邓丽君当年呢差点嫁给咱们现在看各地那香格里拉酒店，香格里拉酒店那门庭是可以称得上豪门。眼看邓丽君都要跟人家人结婚了，他老婆婆说了，约法三章：第一个，你得马上退出娱乐圈，别再当什么歌星天后了；第二个，在家相夫教子，伺候好我儿子。那个邓丽君当时啊也想了，我呀退出娱乐圈，好好过日子。可是邓丽君人是个腕儿，她有自尊心。时间长一琢磨，这话要说也得我说呀，你一个老太太凭什么说这个呀？所以她一嫁，这婚姻还没成了。这说明什么？豪门对你这个文艺圈上的人是有个基本要求的。那么这种要求，我们看对体坛明星来讲呢，好多体坛明星啊，你看说出身也可能很贫寒，可是他成了明星了，奥运冠军。我们说香港人有这奥运情节，你看为什么老霍家最后霍启刚相中郭晶晶，霍门上下都说，哎呀，这个郭晶晶好啊。为啥？奥运冠军那是英雄啊。我们看豪门有的时候嫁女则家婿，娶妻求淑女，因为你的社会地位高，所以从奥运冠军这角度来讲呢，跟豪门的名声地位恰恰相匹配，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所以说很多豪门的婚姻呢，它并不是说凸显你如何漂亮如何什么，当然你长得好看那也是一个基本条件，最主要一点呢还要看门当户对。那么奥运冠军恰恰跟豪门之间在名气地位上形成一种军事，它不像文艺界女明星，咱们过去传统认识这些人再怎么有名那是戏子啊，说白了艺人，他在香港社会的地位并不是有多么至高无上，后来是有钱了，说是名气大了，粉丝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从这个体坛明星和文艺明星在名气地位上相匹配的话呢，可能很多香港澳门的豪门呢愿意选择体育明星。再另外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就是你看这个豪门呢选择一个儿媳妇进到门来，很主要一点在于什么呢？这个老天爷有时候啊对人挺公平。你比方说你这特有钱的家庭，偏偏财齐人不齐，什么意思？有钱是有钱，人丁不旺，生不出孩子来。你等到那穷人家可倒好，稀里哗啦一个劲儿生，这是。那么豪门有时候选择儿媳妇进门，很看重什么呢？你能不能生养，有没有子嗣，尤其能不能生儿子。好多书都传出这样的事儿。你看那个何鸿燊，澳门这个赌王，他们家里头
那就是娶了4位太太，哪个太太要能生儿子，哪个太太就得宠。这个前不久就是香港那个恒基地产业大老板，也是这个老李家的，他的大儿子李家杰一看自个儿弟弟呢，有那么俩女儿，娶了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女模特，但没生出儿子来。他这哥哥着急了，怕在家产继承上吃亏，怎么办呢？找代孕妈妈，说白了也不是我老婆，借她肚子怀孕给我生儿子，结果生了好几个儿子。你看这是为啥？为了抢夺家产。所以从这点来讲呢，能不能生儿子对豪门来说很重要。其实这个呢思想稍微显得封建点，咱们过去指的那皇后不生儿子可能都当不成。其实豪门把这种相对来说不是太先进进步的东西，很文明的东西给继承去，那没办法，人家有钱人自个儿家的，我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说了算吧。所以从这点来说，生子嗣非常关键。那么这两方面一比，文艺明星更不行。为啥呢？文艺明星好多身体都不好的，你天天喝酒啊，抽着烟啊，逛夜店呢，有的为了减肥都疯狂的勒着自个儿，身体不行。可是体坛明星，怎么叫体坛明星？身体素质好，很健康。你看伏明霞嫁给梁锦松之后，接二连三生孩子，身体素质好，人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的这个豪门喜欢体育明星，那是有道理的。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台湾有专门算命的，专门给人看谁是旺夫啊，怎么的？你想嫁入豪门，那这八字面相，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多了去了。所以说，您听我说完就知道，所谓嫁入豪门，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可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好多这个女明星，那简直前赴后继的往里挤。为什么呢？女明星她也吃清水饭的，你看挣了些钱了，真要是保持原先那种花销的话，等这个青春不在的时候，再想挣钱难了，她不见得后半辈子有依靠。很多很靓丽的美人，那要没有这锦衣玉食供着，恐怕青春容颜也难以延续。所以他们都愿意往豪门里边挤，想嫁进豪门。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嫁入豪门，我刚才说远远没那么容易，包括你的礼仪啊，你的姿容啊，这都方方面面。而且你进了豪门以后，你要守人家的规矩。你明星的时候，你总在万千宠爱之下，愿意抛头露面。进了豪门，人家让不让你这样，这都难说了。而且绝大多数豪门希望自个儿的儿媳妇低调点，不要那么张扬，不要跟那圈子里人乱混。那对于已经混习惯了的文艺圈人，能不能守了这规矩，这还是一回事儿。所以说，这个嫁入豪门呢，本身来说挺困难一件事。说那么些女明星进去也有特殊的，你比方说范冰冰，人家自个儿做大了。人问说你那些女明星嫁入豪门，你想嫁入哪家啊？范冰冰人家一年收入那是6、7千万、7、8千万，自己觉得自个儿能成事儿，所以瞧不上这个，我还嫁入什么豪门？所以媒体圈有不少人管范冰冰叫范爷，意思说虽然是巾帼不让须眉，人家自个儿有这个勇气，我就是豪门。所以你看这里头女明星里边也有不一样的。但是绝大多数女明星为了嫁入豪门是前赴后继，下了很大功夫。你比方说有这香港第一美人之称的李嘉欣，当年的港姐冠军。李嘉欣为了嫁入豪门就费了很大劲，但总算在40岁之前把自个儿嫁进去了，嫁给香港的船王世家。这个人叫许晋亨，他爷爷呢叫许爱彤，原先香港船王。人几辈下来呢，好几百亿港币的资产，很有钱。这个许晋亨啊，能耐不大，也没有把家族的事业很好的继承。可是呢，先天是个情种，很浪漫。你说往好的说情种，往坏的说花心。许晋亨当年追求刘嘉玲的时候，那不管刘嘉玲跟梁朝伟好没好，我就喜欢刘嘉玲。他把刘嘉玲感动了，怎么感动呢？这个有钱嘛，穿一身很漂亮的西装档次很高。刘嘉玲车坏了，给刘嘉玲下去换轮胎去。你想换轮胎那又这油这个机油什么的，最后弄的衣服上那简直脏的不像样。刘嘉玲一看，你看这个这么有钱人为了我，俩人还传出过绯闻。
李嘉欣呢，后来呢，很成功的 PK 掉了许晋亨身边的女人，还包括关之琳。当年跟关之琳他们还竞争过，最后呢，嫁入这豪门。这不是前不久说李嘉欣生了个孩子吗？儿子，哎，老婆婆一高兴，奖励1亿港币。你看人家这个，你都说想嫁豪门，随便奖励一个红包1个亿，1亿港币。那么其实，在嫁给许晋亨之前，哎，这个李嘉欣呢也费尽了心机，总想嫁一个特有钱的。先后呢，围绕他身边有那么4、5个，就是豪门子弟。为什么都没成功呢？有的这个豪门子弟啊，你漂亮，你名气大，我跟你就玩玩。等真要是娶你的时候，他犹豫了。还有的想娶你，家族不同意，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李嘉欣最终啊，能够嫁给许晋亨，瓜熟蒂落，可以说费了很大劲，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一些呢，已经有嫁入豪门的希望了，但是自个儿本身也不是对豪门生活很满意。这是典型的谁？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梁洛施事件。梁洛施呢，跟这个李嘉诚第2个儿子李泽楷2人好，也生了孩子了。但生了孩子之后，2人分手了。据说分手费几十亿个港币，也有什么带豪宅的。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有人就给分析了。本身第一个李泽楷不是很想娶梁洛施，人家手机上放个照片挺保，都是自个儿孩子的，都不是跟孩子他妈合影。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门庭呢，李泽楷呢，我跟你好，并不一定要给你名分。所以往往这女明星最在乎豪门的名分，你不给我这个，而且时间长了，我们知道这个豪门对梁洛施有要求，不要再跟娱乐圈混了，你自个儿得保持低调。他虽然能保持低调，你别忘了20几岁的女孩子呀，这些过眼云烟式的繁华还都没有完全经历呢，他愿意热闹，耐不住寂寞。再更主要一点，你说你一出门，李嘉诚儿媳妇狗仔队嘁哩咔嚓一通拍，他在香港日子也不消停，他也不愿意再过这样的日子，所以2人最后觉得这段感情并不美妙。这也符合我们世上的基本道理，你想要得好，必然有副作用，没有100%的好事。你想嫁入豪门，那豪门相对应那些规矩、那些要求，你不见得受得了。其实在这个很早以前，霍启刚他父亲霍震霆，1978年港姐叫朱玲玲，就嫁给了霍震霆。霍震霆比他大14岁。大伙开始看说这朱玲玲把演艺事业牺牲了，但是呢得到豪门青睐呢，那点损失不算啥。可是2个人在一起生活了，朱玲玲发现很不美妙。霍震霆呢跟他的结合呢，更大程度上也是觉得他这个港姐嘛，也不辱没我们门庭，但是2人谈不上有什么太深的感情。朱玲玲后来就容忍不了霍震霆的花心，再一个老霍家规矩非常严。后来朱玲玲呢跟这霍震霆分居了，分居是分居了，老霍家有事儿，他还得装成很恩爱的样子，挎着霍震霆胳膊出席各种场合，所以那个滋味也不好受。所以前几年2个人最终还是离婚了。就说这个豪门呢，你分怎么看？豪门娶儿媳妇娶进门，那绝不仅仅是给儿子找一个终生伴侣那么简单，他还要用豪门各种各样的规矩考量你。就如同我们过去封建社会一个皇后讲，为什么叫母仪天下？你方方面面都得到位。所以对于现在好多女青年来讲，个性挺强，有点小毛病都不愿意改，你还梦想着进入豪门的话，恐怕你不一定能遭了那罪，吃了那苦。而且这个也符合世上的基本道理，你想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那你就相应会失去一些东西，不可能是你通过自己努力得到了之后，你什么都没失去。这也符合上天给我们一个微妙的平衡的道理。所以说在嫁入豪门这个事情上，现在好多的这个港台女明星也好，大陆这边也好，有的人就会考虑，我可能在你这儿呢获得一定的财富之后呢，我就拉倒，不见得跟你什么长相厮守。当然我们说这种想法也本身来讲不是那么道德，但是这也说明现在好多人开始实事求是的考量这个东西。从过去的这个观点来讲，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故人，你必然要跟过去的生活很可能就一刀两断了。
那么已经习惯了过去生活的你，是不是能去适应豪门这种生活？这还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从今天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嫁入豪门固然意味着锦衣玉食、荣华富贵、风光无限，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伤人重利轻离别，也可能意味着你要忍受很多寂寞，你要忍受很多你完全不适应的一些陈规俗套来约束你。所以从这点来讲，咱们好好琢磨琢磨，嫁入豪门，咱们可能看着有的女孩看真羡慕人家呀，其实你不知道里边的滋味。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的非常好，这嫁入豪门也跟普通人的婚姻一样，往往是外边的人想往里边挤，里边人想往外跳。所以我想，人世间大多数我们看起来美妙的事，恐怕都逃不脱这个规律。你看着豪门挺美妙，进到里头不见得是那么回事。所以有一些女人呢，嫁入豪门之后，发现情况完全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最终呢闹得很极端，什么呢？就是离婚。那么嫁入豪门之后离婚，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曲折？咱们明天接着给大伙说这个离婚。好，感谢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离异之后应该怎样争取抚养权？你不想让他判给另一方，你就得拿出对你有利的证据。拒绝探望，谁来平息夺子大战？我不要见爸爸，爸爸坏着呢，或者说妈妈坏着呢。险中求胜，为赢回孩子选择绝育，他能成功吗？做了绝育手术或者失去生育能力，孩子优先判给他。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离婚了，孩子跟谁？王菲和李亚鹏他俩离婚很多年前呢，两个人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不看好，说他俩过不长。后来人俩呢有个小孩叫李嫣，看这基本上就稳当了，应该就是能白头偕老了。可没想到呢，最终还是离了。网上有的很多人呢唏嘘太晚，说这爱情靠不住。但是离是离了，两个人可没有像娱乐圈很多夫妻那样离得鸡飞狗跳，打得不可开交。财产呢很快分割完了，孩子的抚养权呢归了李亚鹏。那么前不久呢又传出了一条消息，说李亚鹏下边这个嫣然基金会啊出了点问题。说这个时候呢，王菲就觉得呢，李亚鹏呢应付这些局面都够呛了，不一定能尽到自己的抚养义务，所以王菲呢想把这个抚养权要到自己这边来。此前李亚鹏曾被质疑借公益敛财，民政局也开始介入调查。随后李亚鹏召开发布会澄清，称自己捐了240万。有港媒报道，李亚鹏被查之后，女儿李嫣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调皮，王菲已经感觉李亚鹏对李嫣疏忽照顾，因此曾经返回跟李亚鹏的旧居，带着李嫣到自己北京的哥哥家暂住。不过随后李亚鹏又把李嫣接了回去，但随着李亚鹏被查，他可以放在李嫣身上的时间必然越来越少，就算有心也恐怕无能为力。因此王菲已经向身边好友透露，在李亚鹏手中夺回李嫣的抚养权。那么这个事儿呢，它就涉及了我们说的孩子抚养权的归属和变更的问题。那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呢，现在这社会啊，离婚呢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那么有了孩子之后离呢，这孩子的抚养权基本上就像财产权一样，是夫妻要争夺的一个焦点所在。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有关离婚之后孩子抚养权归属和变更的一系列问题。抚养权是指父母，包括继父母、养父母，对其子女的一项人身权利。拥有该权利的一方或双方，在子女成年之前，有权决定是否与子女共同生活。该权利在子女成年时即消灭。一个家庭破碎之后，通常会导致夫妻之中的其中一方失去抚养权。近年来，离婚案件逐年攀升，为争夺抚养权对簿公堂，甚至发生血案的事件也在不断上演着。那么，当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夺子之战时，怎样才能争取到抚养亲生骨肉的权益呢？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可能更多人呢都偏向于女人带孩子，母亲带孩子。因为我们知道父爱和母爱之间比较，咱们都歌颂伟大的母爱，父爱就差着。为什么呢？因为母爱啊，母亲跟孩子是共用10个月身体，10个怀胎，
父亲是怀了10个月之后出生了，看到孩子了，哎呀，这是我的孩子，产生那种自己的成就感。所以这一点来讲，从先天上来说，母爱就比父爱呢多出10个月来。所以母亲呢，再加上作为女人带孩子，一般来说比男人细。所以世界上各国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在规定离婚之后抚养权的时候，基本上都偏向着一点女人。你像我们国家这个法律就明文规定，如果这个孩子呢2周岁以内，就基本还在哺乳期以内的，那一般来说这个抚养权要归属母亲。当然咱们说这是一般来说，还有特殊情况，不一定就说俩人离了，这孩子要没超过2周岁呢都判给女的。虽然法律在抚养权的判定上偏向于母亲，并不代表做父亲的就没机会。我国法律规定，当母亲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有抚养能力却不尽抚养义务，而作为父亲的一方愿意抚养子女的，在法律上会优先考虑父亲。那么这2种对父亲有利的情况包括哪些细节呢？哪些特殊情况呢？一种是你这母亲呢有重大疾病、传染病，不适合抚养孩子，或者说你因为病着呢已经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了，这是一种。第二个呢，这孩子归你了，可是你呢脾气暴躁，性如烈火，对孩子非打即骂，你自己还不成熟呢，你对孩子也不上心，你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这时候也不一定判给母亲。你看去年还有个案例，扬州有一个女人嘛，她就是嫌自个儿孩子喂奶的时候一个劲儿哭，拿剪刀扎孩子。你说要这种程度下，这孩子要跟母亲那不遭了罪了？今年发生多起类似案件。2013年的徐州，因为母乳喂养的时候咬到了自己的母亲，8个月大的男婴被其母用剪刀连刺90次，所有刺伤几乎全在脸上。虽然孩子目前已经脱离危险，但伴随着他的是终身都难以消除的伤痕。所以说他不见得2周岁以内，这孩子2周岁以内你2口子离婚，这孩子就一定判给母亲这方。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些母亲没尽到责任义务啊，或者说是不适合抚养孩子，这往往是不足为外人所道，就一般人可能不知道。那么法院如果要判的时候，你既然说你说孩子还是归我吧，我媳妇儿那人我知道脾气暴躁，孩子哭2声就得打嘴巴，这能行吗？但问题你得拿出证据啊，你不能凭空说呀。所以就是如果离婚前后这段你觉得这离婚不可避免了，你想争孩子抚养权，你不想让他判给另一方，你就得拿出对你有利的证据，对对方不利的证据。你比方说他有家暴行为有酗酒行为，有赌博行为，这都不利于孩子成长，你得有这方面证据。说到这个收集证据呢，一定得是合理合法的收集，你不能采用激将法，诱使他发脾气，你录下来，这个在法庭上经过甄别是可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你看说到这方面，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这在媒体上都炒了很长时间了。有个女明星叫黄奕，就是在独占里头演女警官那个，她老公叫黄毅清，这2个人呢也不怎么鸡飞狗跳就要闹离婚。结果闹离婚呢，这黄毅清呢拿出了一份证据，把他发到自个微博上，是个音频。这个音频其实挺简单，就是这个黄奕要抱着孩子离家走，黄奕说你干嘛去？就这么一句话，黄奕就很冲动，哇啦哇一通，他把这音频呢制作下来了，咱们可以听听这段音频。然后记得，你记得，不让我带走，记得，就带走，就带走，不要，走，你干什么你疯了你！因为视频只有声音没有人，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视频前的黄毅清文字描述表示，当时黄奕试图带走孩子，甚至毫不顾忌把孩子摔到地上的危险，而这和之前刚刚上传过女儿成长视频的温柔妈妈黄奕的形象显然不符。你看这段音频放的时候，那字幕是什么呢？那不是说我们给配的，那是黄毅清自个儿做的。他这音频做的很专业，不仅有音频做证据，还把事情前因后果给说了一遍。你看这很明显啊，说你这他在微博上也说了，说这黄奕啊，经常半夜3更不回来，到凌晨也不回家，有的时候发脾气，这早晨起来一睁眼睛说走就走，也不打招呼。你看明显这就是你半夜不回来，你说你能有啥好事？夜不归宿，
再一个，你这个在家里头这个经常发脾气，对孩子有时候成长会产生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就是他罗列这些东西，旨在说明什么呢？说明黄奕不适合抚养孩子。而这时候这孩子才1岁，也就恰好就是法律规定2周岁以内应该尽可能的让母亲抚养。他拿出这些证据，都是对母亲不利的一方证据。所以有人说说这个呀，这真是挺关键。而且他拿出来这个，可问题是你想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那么一句话，前因后果在这里头就是他说的，并没有就实实在在的证据能证明你前面怎么了，后边怎么了。所以这个多少有点设套诱供的嫌疑。结果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又开始澄清了，以为是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慈父保护女儿，不知觉中却遗漏了一家之主真正该承担的重任。以为自己很豪迈，却伤害了自己最爱的另一半。感谢将我从笑梦中打醒，我爱你，对不起，我的另一半。黄毅清在自己的微博中对老婆黄毅如是说，这与几个小时前还怒不可遏、哭着喊着要离婚的男人，简直判若两人呐！有的人说你别信他这个，娱乐圈好炒作，俩人没准联手炒作呢。要拿这事儿带上孩子都炒作，说实在这有点不堪了。如果要说不是炒作，那么咱们就得从证据角度说说了。你作为女人来讲呢，刚从这个结婚了之后，女人转化成母亲这个角色，很多人很难适应，所以不少女人有产后抑郁症。这时候心情不好也是很正常的。你不能通过1、2句话吵个嘴就证明说他那就不适合抚养孩子，脾气暴躁，容易对孩子带来伤害。所以就说这样的证据，一有诱供嫌疑，第二个也不能单独就凭这个来说明他就一定不适合抚养孩子。再者说这2口子过日子，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散了归散了，你不能用这种方法去诋毁对方名誉，而且这事涉嫌侵犯人家隐私，你把底下了双方说的话直接给各公共平台发布了，尤其黄奕大小是个明星公众人物，这等于侵犯了人家隐私权，而且你用这种方式把人家往死了整，毁人家名誉，那说明你自个儿名誉也不怎么样。所以真就是收集证据，也不能采用这样带有明显诱供行为的证据。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是否是影响法院作出判决的首要因素？世界各国的司法都是尊重孩子的成长环境，为夺权益选择绝育，胜券在握的他能够如愿吗？这优先考虑他是出于人道主义。在这场争夺抚养权的斗争中，孩子又能不能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你要太小，可能当爸当妈给块糖就把孩子领走了。本期老梁有看法，离婚了，孩子跟谁？精彩继续。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说2周岁以内的孩子，一般来说是母亲抚养。那么说孩子大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争抚养权，孩子的意愿就非常重要了。你看前不久有个热播的电视剧，文章主演的叫《小爸爸》，很多人看了直掉眼泪。这个小爸爸写的什么呢？就是这里文章演这个雨果到美国去，把自个儿儿子的抚养权从孩子他舅舅那儿争夺过来的事儿。泰勒，我真的觉得自己错了。你哪儿错了呢？我哪儿都错了。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让你有权利毁掉我妹妹的人生。我在她葬礼上发了一个誓，我要报复你，我也要让你尝尝把心爱的人从你身边夺走的滋味。现在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疼吗？有的人呢，他不是说真爱孩子，他是什么？觉得你尤其是一些明星，你说我这个离婚了吧，本来这个社会形象再怎么，虽然不能说都负面吧，可也不是什么正面的。你说我这孩子再不要，很多人会认为你没有爱心。所以有的人呢，为了面子，为了公众形象，一个劲儿争抚养权。可把孩子争过来之后呢，他可能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就没有尽那么好，就没有那么大爱心。所以法律有的时候判决的时候呢，往往要特别注意这方面情况。所以他会对孩子抚养权呢，要充分尊重孩子本人的感受和孩子的生活状况，就是一切目的不是为了大人，而是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我知道我的计划很成功，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成功。
居然会让你放弃一切，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你真的让我扎扎实实的感觉到不自量力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美国是我的主场，你连啦啦队都没有。人家孩子他舅舅呢，那有钱，律师，经济条件好。这个雨果呢，条件很差，到美国去有一段没地方住，住在人修理厂里边。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雨果抚养这孩子，得把孩子带回到中国。而这孩子他舅舅已经是美籍了，孩子打小还在美国长大，就是用不着变更孩子的环境。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有这方面规定，就是如果孩子在哪儿一直成长着长大，他在哪儿长大的，他的抚养人要在这个地方生活，那就优先应该考虑这个抚养人。你要把孩子带走到别的地方生活，那可能法律就不怎么支持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世界各国的司法都是尊重孩子的成长环境，他在这儿待惯了，你换个地方他不习惯。所以当时法律的判决，他是倾向于这个小孩他舅舅。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电视剧结局呢，是这个雨果呢把孩子争过来了。他为什么成功了呢？最关键的是他跟孩子接触过程当中，培养了孩子和他的感情。我和我爸爸玩改装车，我爸爸改装一辆车特别酷，我们还一起喝啤酒，啤酒非常好喝。但是我爸爸说小孩不能喝太多。我们还一起踢足球，虽然没有赢，雨果还给我讲故事，虽然他只会讲那么1-2个。雨果他做错了事儿，但是每个人都会做错事儿。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他就是我的超级英雄。Hugo Super。毕竟这父子啊，血浓于水，而且他用他的真心让孩子感觉到爸爸是真爱我的，是为我好的，我愿意跟爸爸在一块儿。所以这里边就充分体现了孩子的意愿。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呢，10周岁以上的孩子在确认抚养权的时候，必须尊重孩子的意见。就是孩子想跟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设立10周岁这个档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10周岁啊，这孩子多少啊懂事了，明辨是非了。你要太小，可能当爸当妈给块糖就把孩子领走了。哎，给你块糖，你说愿不愿意给我？愿意跟爸爸，你这没法在司法上做证据。等10周岁以上呢，他有起码的感受，明辨是非，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所以这个10周岁以上的孩子争夺抚养权，必须尊重孩子的意见，孩子愿意跟谁。可这时候有的这个主要是男同志啊有意见，说你看我在家主要挣钱，天天在外头打拼累够呛，孩子天天在家跟他妈在一块儿，一旦要离了，那孩子跟他妈亲，那肯定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所以有的人呢，为了规避这个呢，还动了点歪主意。什么歪主意呢？咱们国家法律也做了这方面规定，就是2个人离了之后呢，如果有一方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或者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了，哎，那么抚养权优先要考虑他，是因为他再婚，他没有生育能力，他也生不了孩子了，这优先考虑他是出于人道主义。可是这一条呢，有的人就给用歪了，结果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这说的是前几年无锡有个离婚案子，这个小伙子叫林华，和他老婆结婚了1-2年之后有个孩子，但是2个人在无锡生活呢，觉得这压力很大，带孩子特别费劲。他老婆老家是常州的，说这样吧，我呢带孩子回常州工作去，为啥呢？方便呢，我父母都在常州，他们能帮我带孩子。所以这时间一长了呢，这林华就跟一个女的说不清道不明了，就好上了。这2口没法过了，离吧。离婚，那么这孩子判谁呢？这林华振振有词儿，应该给我，为啥呢？我做了绝育手术了。就是在这个之前，他打听到法律条文里有这一条，说要做了绝育手术或者失去生育能力，孩子优先判给他，他就去做了绝育手术了。他是真喜欢这孩子，我得要这孩子。结果法院没有遵照他的意愿，依然把孩子判给了他母亲。为什么呢？第一个呢，你为什么离婚呢？你作为林华出轨，你是过错方。
这个过错方就可以被视为你抚养的环境没有孩子他妈妈抚养环境优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更重要，咱们相关的法律规定了，在抚养权问题上，如果这个孩子呢被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抚养，而且时间长已经有感情了，那么在孩子的抚养权上要偏向于这一方的子女。就比方他姥姥姥爷抚养这孩子时间长了，那这孩子多半就归他妈；如果是爷爷奶奶带时间长，多半说归他爸。那么林华这个孩子在常州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在姥姥姥爷看护下长大，跟这个姥姥姥爷关系非常近，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你这时候把他从姥姥姥爷手拿走，这个事儿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法律是充分考虑到过错方和这个孩子跟谁亲近，做出判决。结果这林华怎么样？做了绝育手术没用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机关算尽太聪明。其实在这方面下这么大力气不值当，为什么呢？法律是倾向于孩子的成长，他的判决一定有利于孩子成长。作为父母，你要是真对孩子好的话，你应该考虑孩子的成长环境，你不能考虑自己的私欲啊！我这孩子跟着我见不着孩子，我想。其实这也没什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虽然没有抚养权，你还可以探视吗？去看孩子吗？一样可以尽这个天伦之乐吗？当然，这个探视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过很多问题。你看，我再举个明星的例子吧。前几年的歌星孙楠和买红妹两口都明星了，他俩这个离婚，这孩子一判呢，归了买红妹了。孙楠呢有这探视权，可是回头孙楠跟媒体说买红妹不让我看孩子，就不让我看。所以孙楠根据这个到法院要告买红妹，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就是原先是归母亲，这回归我，这归父亲。2009年3月23日，孙楠和买红妹协议离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协议离婚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并且在子女抚养和财产分配上已达成一致意见。据悉，孙楠和买红妹在协议离婚时曾有约定，女儿买宝瑶由孙楠抚养，儿子则归买红妹。那既然当时已经达成一致意见，那现在又为何出现纠纷呢？他们双方都一直都为了孩子的教育还有照顾上面的问题都无法达到共识，甚至有很多分歧的部分。三男觉得他更为适合去照顾孩子，但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种抚养关系的变更还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么说，法律对变更抚养权是怎么规定的呢？有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原来那个抚养权归属的那位已经没有抚养能力了，比方说重大疾病啊。这个残疾啊，等等等等，就没这能力了。这时候要变更抚养权。第二种呢是呢，他有这能力抚养，可是他呢打骂孩子、虐待孩子，没有给孩子更好的环境，孩子在他这待着不利于成长，这个时候也可以申请变更抚养权。其中环境问题呢，不一定说是他本身对孩子就不好。你像那个王菲李亚鹏这事儿就典型，这李亚鹏这个嫣然基金被指控说有诈骗嫌疑，这李亚鹏赶紧一个得辟谣，再赶紧搜集证据啊！你这是公信力是大事啊！一忙活这个焦头烂额，那相应的对这个女儿管着就少了。这女儿呢，可能呢生活上呢缺少父爱了啊，这个其他方面呢，这爸爸管的也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视为呢，他这个生长环境呢不利于孩子成长。所以王菲这时候呢，要变更抚养权是有一定法律依据的。再一个，第3条，变更抚养权也很重要，就10周岁以上的孩子，这孩子自己说我不想跟我妈了，我要跟我爸，而且他爸爸呢还得愿意并且有能力接受，在这个时候可以变更抚养权。你按照刚才我说这3条一比，孙楠哪个都不挨着，所以他要求变更抚养权，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无法变更抚养权，对方又不允许自己探视孩子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婚姻法第38条就明确规定了，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视的权利，而探视的方式和时间可以父母双方共同协议，如协议达不成结果，可以由人民法院来判决。那么这是由于探视权引来的官司。那么其实这个探视是那样，咱们法律有规定，就是没有抚养权这一方是有探视孩子的权利的，他有探视权。探视的时间地点呢，由孩子的父母双方协商。
如果协商不下来，法院受理这样的案子，由法院来给判。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有抚养权这一方，比方母亲就提出来了，我不是说拦着这孩子不见他爸爸，问题他爸爸不着调，抽烟喝酒打牌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这我还怀疑他可能吸毒呢。你说那要真跟孩子见面，不把孩子带坏了吗？我不能让他见。那么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也有明晰的举证，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这个探视人他的个人行为或习惯不利于孩子成长，那么有抚养权这一方有权利终止探视，一直到他身上这些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东西没有了，你才能恢复探视。就比方说这人天天已经都顾不上别的，天天打麻将呢，他说要探孩子赌博，如果孩子的母亲能举出这方面的证据，他现在正赌博呢，他根本也就跟孩子见面都没好事，带孩子去打麻将去，那能行吗？所以法院经过调查，确实有这么事儿，那不准你探望孩子。什么时候你把赌博恶习戒了，你可以来探孩子了。所以他有这方面的规定，哎，就可以终止探视。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律它毕竟是保底线的东西，在底线之上还有多种复杂的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说要去，我要探视孩子，人家那方说了，你别来了，孩子不愿见你，不信你接电话你听听啊，我不要见爸爸，爸爸坏怎么的，或者说妈妈坏什么的。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呢？还不是探视人的过错造成的，而是呢，你说俩人要没点矛盾，谁随便离呀？离了之后啊，很容易形成你恨我，我恨你。你看，你发现离婚的两口子，那关系比那不认识的还僵，为什么呢？都觉得我在你身上付出挺多，你没有回报我，你对不起我，所以往往夫妻反目则成仇，甚至不同于一般的路人。所以有的时候呢，谁带孩子那一方他憋不住啊。比方说这父亲要带孩子，你妈这不好那不好；母亲要带孩子，你爸这缺德那缺德，甚至说一些极端的话。母亲要带孩子，男人一个好东西都没有；父亲要带孩子，女的都是狐狸精。你看，这时候孩子小年纪，他就潜移默化的接受这些东西了。谁带着他，他就顺着谁的滋味，对自己的原来的父亲母亲呢，就甚至产生憎恨和怨恨。这种事情带来的悲剧是很大的。大家看不看电视剧《大宅门》里边，杨九红是出身昌门，可是生了孩子呢，他这抚养权呢被剥夺了，被白景琦他妈斯琴高娃演的二奶奶给拿下来，结果就从小就给他灌输你母亲不正经，你不应该认她，她是昌门的妓女。结果这孩子到大了，伤害杨九红。这是哪屋的女人呢？我是佳丽的娘。是吗？佳丽，她是你娘吗？不是，我没有娘。你听听，你听见了？来人，给我打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后来《大宅门》续集里倒回来了吗？整这孩子，他的外孙女一出生，杨九红把他外孙女抱回来了，结果跟姥姥长大，反过来又不认他妈了。姥姥，他是谁？好像你在跟打起来，带我去走。琪琪，她是你妈？我没有妈，我妈不是好东西。琪琪，你说这不人间悲剧吗？所以我说呀，这个无论你两个人离婚，互相之间恨到什么程度，你得那么想，你们疼不疼孩子？疼孩子就不能让他小年纪里心里头仇恨就扎了根了，这是不对的。而且你想想，孩子小年纪就恨自己的父亲，恨自己母亲，这是好事吗？这绝对不是好事。这是，你看你夫妻之间，你恨我，我恨你没啥，夫妻没有血缘关系。咱们说的冷酷一点，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没血缘关系。骂完了，气儿出完了，我过我日子，你过你日子。可是孩子不一样啊，跟你们两位都有血缘关系啊。如果你让一个人恨一个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恨一辈子，无论对于恨的人和被恨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们这期节目最后得奉劝电视机前那些已经离了的夫妻，
有什么怨恨，不要在孩子面前展示，不要把你们鸡飞狗跳那点事儿啊，都毫不留情的抖落到孩子身上，在孩子身上仇恨千万不能长根。